今天我们要聊聊一种让人听了头皮发麻的最新诈骗手法。想象一下，你在机场等候登机，手机快没电了，正好看到旁边有提供免费充电的 USB 插座，你顺手拿起一条看似正常的充电线给手机充电。短短10分钟过去，你拔下手机，却万万没想到，一条银行简讯瞬间让你冷汗直流，你的账户里竟然被转走了10万元。上述情节并非无的放矢，最近网络上确实疯传过这么一则骇人听闻的消息。据说今年5月，有位王小姐在国际机场候机时，手机快没电了，便使用现场提供的一条免费充电线为手机充电。没想到仅仅半小时后，她的手机就跳出多笔银行扣款简讯通知，累积高达10万元。等到王小姐发现异常时，钱早已被转走，而整个骇客入侵过程中，她浑然不觉。这段故事在社群媒体上广为流传，引发了不少人的恐慌与讨论。毕竟我们每天都要给手机充电，如果充个电都会被偷走积蓄，那岂不是防不胜防？手机诈骗手法居然已经升级到如此地步了吗？今天就让我们深入揭开这起充电诈骗术的真相，看看事情是真是假，又该如何自保。在深入调查这起充电诈骗术之前，我们不妨先回顾一下手机诈骗手法演进的轨迹。回想智慧型手机尚未普及的年代，诈骗集团常用的招数多半是透过电话或简讯进行社会工程，例如假冒亲友名义借钱，或扮成公检法人员要求提供账户资料。这些手法主要利用人性的善良与恐惧，诱使受害者自行掏钱。然而，随着行动网络与智慧型手机的崛起，骗徒们也开始借助科技的力量。进入智慧手机时代后，各类数位诈骗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有人透过钓鱼简讯夹带恶意连结，引诱你点击中毒；也有人开发伪装成正常 App 的木马程式，暗中窃取你的通讯录和简讯验证码。甚至还有不法分子架设假冒的 Wi-Fi 热点，诱惑你连上网路后拦截你的资料。可以说，从软体到网路，各种新的手机诈欺手法层出不穷。到了今天，连硬体都成了他们锁定的目标，出现了我们现在讨论的充电诈骗。这也难怪这起传言会引发如此大的关注，因为它代表着骗术的又一次升级，从骗人点连结变成了骗人插充电线。首先，我们得搞清楚机场充电遭害到钱这件事究竟是不是真的。根据警方调查，答案是否定的。警方表示，从未接获任何人在机场因使用公共充电线而银行账户被转走钱的报案记录。事实上，国内过去也没有发生过类似案例，因此极有可能这则传闻只是网络谣言，或者至少没有确切证据。既然没有真实案例，那为什么这个传言还会引起这么大的恐慌呢？原因在于它触及了大家内心最害怕的场景。原本稀松平常的充电动作，竟然可能成为骇客入侵的途径。而且不得不说，利用充电线来犯罪的点子并非空穴来风。事实上，就连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也在2023年4月公开发出警告，提醒民众避免在机场、饭店或购物中心等公共场所使用免费的 USB 充电站，因为不法分子可能利用公共 USB 插孔将恶意程式植入装置。换言之，连执法单位都在强调充电最好用自己的设备或直接插电源插座，以免给骇客有机可乘。近年来，治安专家们确实提出过充电陷阱的警告。我们不妨先来拆解一下，充电真的能变成陷阱吗？骇客究竟能透过一条 USB 线对你的手机做什么？此外，值得一提的是，这段在网络流传的教学影片本身也显得疑点重重。专家透过影像鉴定工具分析后发现，影片中的讲解画面大部分极可能是由 AI 生成的。也就是说，所谓自称资安领域老兵的男子，很可能并不是真实存在的专家，而是一个由电脑合成的虚拟人物。影片制作者除了在其中插入了一些真实的手机截图，其余旁白、讲解和画面很可能都是假造的。若真如此，那么散布这段影片的人无非是想利用耸动的情节引起注意，至于内容真实与否，他们并不关心。我们面对这类来路不明的网络影片，更需要谨慎求证。
不要被耸人听闻的片段牵着鼻子走。我们先来看看充电线为什么可能成为骇客的武器。一般的 USB 充电线其实内含电源线和资料线两种功能。当我们把手机插到电脑的 USB 部时，不但会充电，也可以传输资料。同样地，如果你把手机插到一个不怀好意的充电装置上，那它就旁佛成了连接在你手机上的一台恶意电脑。骇客可能在充电桩或充电线里动手脚，偷偷植入一个微型晶片或程式装置，你以为只是单纯充电，殊不知对方已经趁着这几分钟对你的手机下手。这种手法在资安领域有个专有名词，国外俗称为 juice jacking， 翻译过来就是一边充电一边被骇客吸走资料。早在2013年，就有美国的资安研究人员在黑客大会上展示过类似概念的攻击。他们打造了一个看似普通的 iPhone 充电器，却能在短短1分钟内自动侵入连接的 iPhone 9，悄悄安装恶意程式。这项实验震惊了科技界，也让苹果公司赶紧升级安全机制。例如，之后针对 USB 连线新增了是否信任此装置的弹出提示。之后几年，随着智慧型手机普及，利用公共充电站进行攻击的风险也逐渐引起重视。2019年，美国加州就出现官方警告，提醒民众在机场、饭店等地小心所谓的充电陷阱。骇客可能架设假冒的 USB 充电站，或在公共充电线中预先植入恶意装置。一旦有人大意接上手机，里头的恶意程式就可能启动，试图窃取装置内的个人资料，你的联络人、照片、电子邮件，甚至储存在手机里的密码、银行账号资讯，都可能在你毫无察觉时被复制走，透过网络送到骇客的手中。更令人心惊的是，这类伪装技巧的进化速度超乎想象。有资安研究者曾制作出一条即可乱真的充电线外观，和原厂 Lightning 线一模一样，却内建精巧的恶意晶片。当你把手机接上那条线，骇客不仅能远端存取你的装置，甚至可以隔空模拟按键输入指令。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如果你使用了被骇客动了手脚的充电线，它就旁佛握住你手机的遥控器，可以为所欲为。试想，在你毫无知情的情况下，手机萤幕突然自己跳转画面，点击按钮，安装 App， 那是何等可怕的景象。更让人忧心的是，这类骇客充电线已不只是实验室里的概念，现在在某些网络平台上，居然有人公开贩售类似的恶意充电线作为安全测试工具，价格只需几百美金。换句话说，有心人根本不需要高深的技术背景，只要肯花钱就买得到现成的作案工具。试想，一条不起眼的 USB 线，在你看来只是普通的充电配件，可在骇客看来却是千载难逢的武器。他们甚至可能故意将这种特制的线材遗留在公共场所，等待好奇或心急的人捡起使用。这招听起来是不是相当阴险？但在资安专家眼中，这正是目前真实存在的潜在威胁。不妨设想一名技术高超的骇客，他背着笔电混迹在机场人潮中，手里握着一条精心改装的恶意充电线。他四下张望，在公共候机区的一个免费充电站附近蹲下，假装整理行李，顺手将自己那条不起眼的 USB 线插进了充电站的插孔。现在它看起来就像提供给旅客使用的众多充电线之一。接着，这名骇客找了个角落坐下，打开笔电，耐心地等猎物上钩。没多久，一位旅客走进充电站，似乎手机快没电了。他看到已经插在那里的 USB 线，毫不犹豫地将它接上自己的手机，开始充电。一切正如骇客所预料，旅客的手机瞬间与充电线里暗藏的装置建立了连线。此刻，远处角落中的骇客盯着自己的笔电屏幕，露出一丝得逞的微笑。他的装置已经自动识别出这只手机，并迅速在手机上植入了一段隐蔽的程式码。在旅客毫无知觉的情况下，那段恶意程式码开始窃取手机里的资料，联络人、简讯、照片，甚至记录下旅客最近操作 App 的行为。同时，骇客的装置还试探性地对旅客手机发送各种指令，看能否进一步提升控制权限。幸好，因为手机没有解锁，又没有允许进一步的存取，那些高级指令没能成功。
不过，即便如此，骇客已经到手不少有价值的资讯。他匆匆将偷得的资料传回自己的服务器备份，然后果断地终止了连线。对那名旅客而言，不过是充了几分钟电，他拿起手机扬长而去，完全不知道刚刚发生了什么。对骇客而言，这次行动可谓满载而归。他或许没有直接偷走钱，但取得的个资日后可能卖钱，或者用来对受害者展开下一步诈骗都绰绰有余。这个假想场景或许有些戏剧化，但并非天方夜谭。事实上，骇客要实现上述操作，只需要一些较先进的设备和程式，而且在现今的黑市上并非遥不可及。对我们一般大众来说，重点不是去恐慌每一条 USB 线，而是要明白，任何连上手机的东西都有可能成为入侵途径，保持一份防范意识绝对必要。说到这里，让我们回头审视一下刚才那个令人脊背发凉的假想场景。手机充电10分钟，账户里的10万块钱不翼而飞。骇客真的有办法做到如此神不知鬼不觉地偷走你的钱吗？资安专家直言，要办到这点绝非易事。现代的金融 App 都有相当严密的防护措施，就算你的手机真因充电而中招被植入木马，骇客想在你不知情的情况下远端操作银行 App 并转走存款，技术难度也是极高的。首先，大多数银行转账都需要双重验证，也就是常见的简讯、一次性密码 OTP 或其他2阶段认证。这道手续等于银行在转账时多问你一次，真的是你本人要汇款吗？并要求输入寄到你手机上的一组动态验证码。骇客若无法同时拦截并破解这组验证码，自然无法完成倒转。换言之，即便骇客控制了你的手机，要转钱仍卡在验证这一关。如果他尝试发起转账，你很可能会立刻收到银行简讯或 App 通知要求授权。只要你没有配合点击确认，钱就不会被转走。除非骇客同时能拦截你的验证简讯，甚至破解你的指纹或脸部辨识，否则要神不知鬼不觉偷钱几乎不可能。再者，手机银行软体通常设有转账金额上限、小额支付限额等机制，10万元并不是说转就能转出去的。资安顾问刘彦博一针见血地指出，透过一条充电线入侵手机，也许可以窃取部分资料，但要在未经使用者授权的情况下直接把钱转走，现阶段根本没有听过成功案例。国内警方和金融机构迄今也没有接获类似报案，因此充电几分钟巨款被洗劫的剧情多半是夸大失实的谣言。然而，这并不代表我们可以对充电骇客掉以轻心。尽管直接偷钱困难，但如果你的手机真的被植入恶意程式，后患依然无穷。你的通讯录、照片、对话记录等隐私可能已经外泄，骇客可以拿去贩卖或另作非法用途。更糟糕的是，手机里潜伏的木马也许正暗中等待时机，比如某天你主动开启行动银行 App 时，它拦截并窃取你的登入凭证，甚至拦下你收到的验证码，再偷偷把钱转出去。换句话说，即使钱没有立刻被转走，一只被骇客入侵过的手机，其安全性也已大打折扣，相当于随时裸露在对方监视之下。我们的重点不应只放在当下有没有掉钱，而是要防止任何形式的入侵。聊到这里，还有一件事必须特别提出来澄清，某些网传建议竟然教人去开启手机的开发者模式，来防范充电骇客。乍听之下，好像是要打开什么隐藏功能来加强保护，但事实恰恰相反，这种做法非但没有必要，反而可能降低你的手机安全。所谓开发者模式，是智慧型手机提供给软体开发人员使用的进阶设定。一般情况下，手机厂商是把它隐藏起来的，因为一般用户根本不需要动到这些设定。一旦启用了开发者模式，你的手机就等于解锁了某些原本受到保护的系统权限。例如，在 Android 手机上，开发者模式允许开启 USB 侦错功能，让外接设备可以更深入地存取你的手机系统。如果你长期保持开发者模式开启，又刚好连接到不明装置，像我们讨论的陌生充电线或电脑，那等于是给了对方一把方便打开你手机大门的钥匙。事实上，从2015年起， Android 系统在 USB 连线方面就已经预设为仅供充电模式。
也就是说，当你把手机接上电脑或充电座时，除非你在手机上手动选择允许资料传输，否则它只会当作充电，不会随便让资料进出。因此，一般使用者根本无需特地去调任何隐藏设定，更何况开发者模式底下的许多选项如果误触，可能会造成预期外的风险。对 iPhone 用户而言，苹果的 iOS 系统更是连开发者模式这种东西都默认关闭，给一般人不用要开启，还得跳过不少警告。这正反映了开发者模式本来就不适合日常用途。所以，如果你有听说开发者模式可以妨害这种说法，千万不要照做。治安专家也提醒，一般用户完全不需要去动那些开发者选项。假如因特殊原因不得不开启，也记得在用完之后立刻关闭，否则与其说你在妨害，倒不如说是自己拆除了原厂给你的安全围栏。国家资通安全研究院研究员戴玉成也表示，开发者模式原本是给开发测试用的，如果长期保持开启，连接到不受信任的装置时，就可能被利用来读取资料或植入指令，成为额外的攻击入口。可见影片教的这种做法实属本末倒置。最后，我们再整理几项实用的防范对策，帮助大家远离充电诈骗的威胁。首先，外出时最好自备充电设备，携带自己的充电器插头和 USB 充电线。在公共场合，尽量使用自己的插头接在电源插座上，不要直接把手机插到陌生提供的 USB 插孔，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避免许多风险。现在甚至有厂商推出专门的 USB 安全防护转接头，俗称 USB 保险套，可以套在陌生的 USB 口上，阻断充电线中的资料增缴，只允许电力输送，避免资料交流，以预防骇客入侵。其次，不要随意使用来路不明的充电线，不管是在机场或咖啡厅，还是跟别人借用的线，都要特别小心。歹徒可能会利用看似平常的充电线做手脚。如果真的不得已需要使用公共充电设备，建议连接前先将手机关机。手机在关机状态下，就算接上了不安全的充电站，因为系统没有运作，骇客也比较难有作为。再来，养成定期更新手机软体的习惯，不论是手机的作业系统还是各种 App， 新版本通常修补了已知的资安漏洞，保持软体为最新版本，可以降低被既有攻击手法入侵的风险。最后，要随时注意充电时手机是否出现异常情况。如果你在公共充电时，手机跳出是否允许资料存取，或是否信任此装置的提示，一定要提高警觉，立即拒绝并断开连结，这通常是骇客攻击的征兆。另外，一旦使用过公共充电设备，日后若发现手机出现任何怪异状况，例如变得异常缓慢或无故弹出莫名的 App 画面，都应尽快进行病毒扫描或将手机重置还原，以测安全。做好以上这些防护措施，我们便能大幅降低落入充电陷阱的几率。面对日新月异的诈骗手法，唯有提高警觉，保持良好习惯，才能守护好自己的财产与资讯安全。说到底，科技的进步既带来了便利，也给了不法之徒钻空子的机会。从以前的电话诈骗、简讯陷阱，到如今连充电这种看似平常的动作都可能被利用来行骗，犯罪手法可谓日新月异。面对这样的局面，我们只能不断提升自己的防范意识，随时保持警觉，不给骗子可乘之机。听完今天的揭秘，希望大家都能对充电诈骗术有更深入的了解。那些耸人听闻的传闻或许不尽属实，但充电安全的确值得我们重视。别忘了，保护个人资讯和财产安全是现代生活中每一个人都必修的课题。现在就赶快也提醒一下你的家人和朋友，告诉他们这类最新的诈骗手法，让更多人提高警觉，防患未然。毕竟，面对层出不穷的骗局，我们多一分小心，就少一分受骗的可能。守护自身安全，就从日常的一条充电线做起。